对，加油加油，真棒！哎，大家伙早！2月27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。我之前其实犯了一个挺大的错误，我老忘记2月份少，就天数少。我还以为还有一个周末才是东京马拉松呢，没想到就是这个周日，也就是还有7天了，最后一周比赛周了。今天就开始减量了，还是让身体保持一个不太累的状态去参赛吧。昨天我去拍摄了大阪马拉松，并且在其他平台开了半个多小时直播，我看累计有97位观众，感谢大家啊！而且也看到了那天在这儿碰到的那位台湾跑友，他最后是2小时57分多，成功破3，了不起啊！而且配速挺稳的，我看他那个追踪到第40公里的时候，前边的每一个5公里最慢的也是21分多，他最后的2公里多可能稍微的放了一放，就是没有按照之前的配速，因为我猜想他可能觉得当时心里一算2小时55不行了。我在赛道上拍到他了，而且昨天拍了好多素材，正在剪辑中，也是 HDR 的。要是在哔哩哔哩看的话，就是会显示杜比世界。昨天赛道上还看到了有戴这双手套的，但是我给人喊加油了，离得已经很远了。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大型的马拉松，因为原来都是参赛。感触还是挺大的，我觉得是个挺能震撼和感染人的事情。今天跟大家伙聊聊观后感。而且昨天那个赛会，志愿者做的特别厉害。你们看啊，比方说这种过街天桥，就是两边都是楼梯，没法推自行车上去。但是封路了，你不能让人底下过不去了，怎么办？就只要你骑车来要过这个，都是志愿者把车给你搬上去，然后到那边下桥的时候，又有志愿者给你搬下去。这个我觉得挺了不起的这事儿，这得多累呀！而且我居然还看到搬电动车的，我去！但是没办法，就像开赛之前我说的，这边其实比东京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。东京那边基本上大多数时候都能比较简单的过马路，这边呢稍微差一点点。今天不知道终点的拱门拆了没？啊，都出太阳了，看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，聊聊比赛，聊聊我这一周的大概的安排，还有我比赛的安排。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就像大家说，东京马拉松起跑之后，不是有那个碎纸片彩色的那种，就砰一下，之后所有运动员跑完马上就被吸干净了。那这边也是啊。除了终点处的白色帐篷，所有的东西都一夜之间消失了。你看前几天这儿全都是护栏，对吧？拱门也没有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先说说这周末的东京马拉松，我买了一个 GoPro 那种，就是戴在头上的2根带，就是横着一圈、竖着一圈那种。就戴一个帽子，然后戴那个。我有一个 Insta360 One RS 的那个版本，挺沉的，虽然说，但是能连续录制1个多小时。昨天我在赛道上看，
好多本地的要拍摄这整个比赛过程或者部分比赛过程的人，基本都是这一套。这次真的就不拼成绩了。因为昨天我深深被赛道这种气氛感染，就是你在边上当观众和在赛道上比赛不一样的。以前都是在赛道上想更快，想更快，想更快，在赛道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看得多了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以前总说的一句话，在马拉松赛道上，你再快都有比你快的，你再慢也都有比你慢的。在路边看选手，无论是跑得快的还是跑得慢的，无论是轻松的还是咬着牙的，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。昨天我还看一种 GoPro 的支架，就是这儿是折叠的，它靠小臂这儿有一个支撑，但是我不打算弄那个了，手拿着还是麻烦。但是昨天拿那个拍摄的那个人，大概最后的成绩应该在2小时40多的样子。我是在27公里的时候看见那个人的。这边整体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啊。昨天的冠军是外国人，并且破了赛事的记录2小时06。大阪马拉松一直不是一个特别快的马拉松，因为很少有绝对高手来。昨天报名的精英选手，外籍的10个人都在2小时04、2小时05的个人最好成绩，本地的都是2小时07的个人最好成绩。昨天川内优辉第12名，2小时07分多，这个年纪不容易了，他好像就比我小2、3岁的样子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愈发的觉得，现在是一个转折期，就是生理的转折期，要度过这2年才能再往高的走。再加上这2年生活上的变化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一起沉下心来加油干。我也觉得大家也不是因为说我能跑多快才怎么样的，我至少会一直坚持跑下去，尽人事听天命嘛。昨天日本本土的冠军是整场比赛的第6名，好像我太了不起了，24岁，是首次参加马拉松比赛啊，2小时06，哈哈哈哈，2小时06分多好像是。然后王壮，我在8公里的第1集团好像就没看见他，说是膝盖出问题还是怎么着，好像也是24岁，跑了2小时23吧，还是25，我忘记了。因为昨天我没有来终点，终点在这儿，在这公园里进不来的应该。昨天那个日本选手24岁啊，也拿到了奥运会的门票、入场券吧。今年我国选手还没有进2小时10的。但是业余选手在我国现在我觉得进步神速。你们还记得那北京马拉松之前去奥森，我跑了一个半程，跟另外2位小伙伴，他们周末去参加了好像是同梁的马拉松，一位跑了2小时40多一点，一个跑2小时27，哇！2小时40的那小伙伴应该是更了不起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天赋，我俩应该天赋差不多。北京马拉松的时候，他在我后边1名，大概就是3、4秒的样子，但是赛道上没认出他来。在银行工作这个年纪，啊，30岁出头，
多累多辛苦啊！我们有很好的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同学，都特别辛苦。像一下就能跑进2小时30的这种，咱们普通人真的比不了。但是摸到2小时40的都是了不起，他 PB 了5分钟啊！他之前的最好成绩2小时45分多。我想今年的秋季的赛季试一试。我不太擅长跑春季的比赛，我喜欢从热到冷，不喜欢从冷到热。而且这几天气温还是低，今天我出来的时候0度。东京好像这个周末的比赛是跟昨天大阪差不多，7、8度的样子。昨天的比赛，我觉得组织的也还不错。这边的路呢，他们选择的也不是有太大的起伏，只有一个地方起伏比较大，就没有往像我跑这边起伏大这边跑。不过日本的马拉松的路线规划还是以很多的180度的折返来控制距离，所以180度的折返还是挺磨人的。这周我的训练计划就是减量、减量再减量，然后周4，冲击组短距离的冲刺。我是周5的早晨去东京，2个多小时就到了，3个小时吧全算上。然后周5当天就去博览会，应该下午去。之后周6热身跑2、3公里，周日参赛。这一天开始健康申报了。等我估计今天我的那个 GoPro 那配件就寄到了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试试拿它拍摄，看看体验。沉一点吧，我不差那一点，但是肯定会影响舒适度吧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在我心里，屏幕前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个频道真的很重要，加油干吧！哎，2月27号星期一清晨7点12，训练结束啊，就跑了15公里，1小时13，跑得比较慢，平均配速4分55，心率140，步频195，功率211。今天中途还停了2次，一次调整了一下鞋道，然后一次呢，拍了一张过街天桥上的日出。调整鞋带是因为今天穿的这双袜子稍微有点厚，感觉有点硌脚背。就这种就是轻微的硌脚背，比如你刚开始跑，发现脚背有点疼，这时候呢建议啊把鞋带松一松。这个你比方你跑一个10几公里、20公里的长度之后，你的脚背那可能会有轻微的损伤，会疼2天。要是平常我就不调了，这不是比赛周了吗？是吧？行，今天跟大家闲聊一些比赛周的一些计划，还有比赛中的一些计划。这周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，大家跟我一起准备下周的比赛。国内的比赛应该也多起来了，但是也有一些小比赛出了一些问题。比方说，我听说周末哪儿的一个半程马拉松，最后就跑了19公里，是不是赛道？那这个就挺不好的。大家选择比赛是这样，就如果您原来完全没有比赛成绩，线下的成绩，那没办法，你就选一个中国田协承认的赛事，离家近的先有一个成绩，这样才能报名其他需要成绩的大比赛。否则的话呢，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比赛的时候呢，要看一看这比赛组织的怎么样。因为像我们普通人，如果您希望有一个好成绩的话，一年可能也就是3场最多了，就是认真的比赛。如果您要是以玩的目的，那其实无所谓。比方说，像昨天是大阪，下个周末是东京，那如果是出国参赛下来，那就可以跑背靠背，这个一周完全没有问题。其他的省市也是这样，
那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啊，然后我们可以弹幕一起再祝贺一下那位跑友，成功的破了3小时，39岁不容易，跑了1年多，对吧？行，那这么着，咱们还是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加油干啊！咱明儿见。